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魏子渊。你平常会有那种早上才刚洗完头，下午头就臭臭的，然后一条一条的油腻感的问题吗？没有错，你有可能就是属于油性头皮的族群哦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就是头皮小教室。我们今天会告诉你为什么头皮会出油。那我们平常在保养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细节？那我们就开始喽。说到这个头皮出油啊，基本上呢，它的定义大概是这样子，就是如果你早上洗头，然后到下午的时候就会开始有头气的那种臭臭的味道。头气的味道其实不是直接就有味道，你可能头皮搓一搓，然后去闻，就臭臭的。那这种哦，就是已经开始有那种油垢味、头气的味道了。那再来就是你会发现你的刘海，假设是女生，你的刘海就开始有一些一条一条的油腻感。那或者是就是你会发现你的头发到下午的时候，头发就比较容易塌，然后呢就是比较重的感觉。那这一类呢，我们都会称之为它是属于比较偏油性头皮的一种状况。那其实大家不用担心，就是油性头皮基本上就跟油性肌肤的概念是一样的。那基本上它没有办法根治，它只能够用一些比较清爽性、比较针对油性肌肤或者是油性头皮的这一类的商品。那最主要的就是无负担啦，因为如果你使用了就是比较保湿型的东西，哇，那你可能会让你的油性头皮的症状更严重，就是你原本早上洗完头，你可能到中午就会有这种油腻的感觉了，所以这也没办法根治，只能说它的原因有很多种，这就是我们等一下要讨论的原因啦。第一个，那就是你的清洁了。这个时候呢，很多人就会误会说，油性头皮是不是要疯狂的洗头？错的，就好像这个肌肤一样，如果你使用一个清洁过度型的那种产品，例如说含有硫酸盐的洗发精，那你就会发现，你刚洗完的时候，头发是涩涩的，哇，很干净。可是呢，你可能过一下，马上油就出来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其实油脂它其实是有一个平衡的，那你一旦破坏了这个平衡之后呢，它的那个油脂腺就会分泌更多的油脂，那你不是在白做工吗？那你可能会说，那我该怎么办呢？其实基本上你只要温和清洁就好，把头洗干净。对了，把头洗干净其实是很多人都会有的误解。那大部分人洗头就是这样子，搓一搓，然后就这样，而有泡沫了冲，然后还洗2遍，其实是没有用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头皮的清洁必须要让它在每一个位置都有清洁到。很多人是这样刷，就是表面啊，或者是女生长发最容易遇到这个问题，就是你洗头发的时候，你是从头发开始起泡嘛，可是到头皮的时候，基本上已经没有任何清洁的效果。然后你看到泡沫很多，但你根本没有洗到头皮，你只是在洗头发。注意。基本上呢，我的建议是洗头发的重点在头皮，因为你既然要洗头发，你除了头发上面有一些灰尘啊、污垢之外，头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清洁的项目。所以啦，温和清洁，选对一个温和清洁的商品，你可能 pH 值在4.5到5.5，这都是我们比较建议，尤其是5.5，我觉得是蛮适合的。再来就是你在洗头的时候，麻烦请不要去刺激你的皮脂腺。我们在过去啊，早期大概30年前，那时候很多人都喜欢来发廊，就是按摩再按摩。其实基本上我们是非常非常不建议的，不是说我们偷懒，不是我们发型师偷懒，也不是我们助理偷懒，而是这个东西对于头皮不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。那我们在讲的按摩，其实针对穴道进行做指压的动作，然后达到舒缓的效果。但是以前传统发廊的按摩是那种拼命按，然后很用力这样子，其实基本上它会容易让你的皮脂腺分泌的过多，再加上如果说你的洗头不是用指腹，是用指甲这样抓，你就可能会出现一个问题，就是它容易会有伤口。那容易有伤口什么问题呢？其实头皮出油不是那么严重的问题，是因为头皮出油之后比较容易产生细菌跟灰尘的附着。那这个时候你要用你的指甲去抓你的头皮，就容易有伤口，是不是很可怕呢？所以说我们会建议你在洗头的时候，每一个地方都好好的清洁，但是不要用力，不要过度的用力，因为你一旦过度的用力，你的皮脂腺可能会被刺激到，然后你的指甲如果又去刮你的头皮，哇，你可能觉得现在很爽，结果就是你可能会容易有伤口，那这样它就是一个恶性循环了。
头皮出油，然后又产生细菌的附着、灰尘的附着，然后结果到时候你又有伤口，那就容易发炎，很严重的，好不好？那就是第二个，就是在清洁的时候不要过度。再来就是生活习惯了。怎么说呢？就是基本上头皮出油，就是油性肌肤，它是没有办法根治的。今天不是说你今天洗了一个控油洗发精，你明天头皮就不会出油，不是这样的。头皮出油的原因，就像我讲，你可能过度清洁、过度的刺激，再来就是你的生活作息跟你的饮食。怎么说呢？如果说你是一个容易熬夜的，就像我是一个 YouTuber， 我可能生活作息不是那么正常，那我的头皮出油频率一定会比我平常更茂盛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的那个平常的作息不正常的时候，我的身体的平衡就没办法维持。再来就是，如果你习惯吃那种很辣的那种朝天椒啊，或者是很咸的啊、很重咸的这一类的，它都会让你的头皮的状况不是那么好。所以我们常说，如果你的头皮状况不好，其实跟你的饮食有非常非常大的关系。我觉得洗发精跟发品，它比较像是一个。就好像我举个例子，就好像你的肌肤一样，你知道你的皮肤是属于油性的，你就要用油性肌肤的清洁跟保湿性的商品。那它平常会不会出油？还是会，只是它的程度没有那么严重而已。所以我觉得这几项是大家要注意的。然后最后会产生头皮出油一个最大的问题，就是你平常在使用的产品的负担性比较大。OK， 什么意思呢？例如说，你用的是发油那种抓油头的那种发油，那大家知道这种油性的东西，它就算用界面活性剂也不容易清洁。那或者是你用的护发商品，它是属于那种很重的就是你又是细软发，然后你又是头皮出油，然后用完之后整个贴在头皮上面的，那这种也会产生头皮出油的这种恶性的这种效果。也或者是你明明就是头皮出油，然后你使用了双效洗发精，就是洗完的头发是很滑顺的那一种，那对于头皮出油来说，那就会更严重了。这都是产生头皮出油的几个原因，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要讨论说怎么样避免咯。接下来呢，我们知道了原因之后呢，除了我们刚刚上述的原因，我简单的讲，基本上就是油脂腺分泌的比较旺盛，就是属于油性肌肤或者是油性头皮。那知道这样状况之后呢，我们接下来就要用一些比较适当的产品去使用。那讲到这些产品呢，千万不要有个误会，就是认为说是不是用了这些产品就会从油性变干性啊？不可能的，好不好？那这个呢，就是你天生的每个人体质不同，有些人就是油性，有些人就干性，这没有办法的。那我们只能够让这个症状达到比较舒缓的效果。所以我们接下来介绍这一罐洗发精呢，它来自于意大利的 Rica 油脂平衡洗发精。第一个，它没有过度的清洁，它里面没有含有硫酸盐的成分，再加上呢，它里面还有荨麻、鼠尾草这些成分，它具有抗炎，然后以及抗菌的一个效果。尤其是荨麻，它有舒缓，就有点像是我们的这种舒缓水的感觉，所以它有这种舒缓头皮的效果。然后接下来呢，还有2个成分非常特别，就是我们顺便来介绍一下，就是意大利的 Rica 呢，它来自于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，叫做西西里群岛。那西西里岛呢，这个地方呢，它是一个工业大城，在过去啊，那大家不要认为西西里岛是不是就是黑手党啊？不是的，就是那个只是印象，但是其实它是一个工业大岛。那这个工业大岛呢，在过去的几十年，因为发展工业，所以环境破坏的很严重，所以当地的人发现到不能再这样下去了，所以他开始改变了。其实西西里岛有非常多的植物，接下来呢，我介绍这2个成分呢就非常特别了，这是当地才有的植物。第一个呢就是西西里岛雪松木。那这个成分呢，它有那种去除味道的效果，因为有非常多的这个香水大厂会用雪松木这个成分去做香水的提炼，那它也有舒缓的效果。然后再来就是西西里岛的红橙，那这个红橙呢，基本上也有抗菌舒缓的效果。所以总结，这些包含鼠尾草，然后荨麻、雪松木、
然后还有所谓的那个西西里红橙。那这些成分最主要的目的是让我们头皮在油性头皮的状况，在做清洁完之后，它不会容易产生细菌的附着以及头皮发炎的问题。好的，如果说你的头皮呢，除了头皮容易出油之外，也一段时间了，然后你都没有好好的处理，已经开始有细菌的附着，所以就会产生皮屑的产生。那这个时候呢，你就必须要使用这个舒活调理洗发精了。那这个一样来自于 Rika， 那这个是专门针对已经开始有出血以及头皮会瘙痒的一个状况，里面有一个成分非常特别，叫做碧罗克酮乙醇胺盐。那这个成分呢，最主要简单的说就是止血剂。那这个止血剂呢，是一个非常温和的，它跟过去你所使用的一些去屑洗发精很不一样，是它比较不是偏那种刺激性的，例如说今天洗明天就有效，它是需要一点时间，因为它是非常温和的一个洗发精，所以基本上你就可以使用这个。然后除了里面刚刚有提到那个非常特别的成分止血剂之外呢，它一样里面还有鼠尾草，然后洋甘菊，然后西西里红橙，那这些成分一样可以达到舒缓的效果。那除了洗发精之外呢，我特别推荐在洗完头发之后，我们都知道，如果有洗完头之后没有一个皮肤的镇定或者是消炎，它的效果一定单纯用洗发精一定效果没那么好。就好像我的头皮，我每次洗完之后，我都觉得好像有效果，可是过一段时间之后，我的瘙痒还是会慢慢的呈现。这个时候，我们就可以使用这一罐，这一罐叫什么呢？它是一个喷雾，它叫做舒活调理精华。那这个舒活调理精华呢，它是有喷雾状的，那非常简单使用，就洗完头之后喷一喷。那我自己的习惯呢，就是喷完上面的几个点，以及几个比较容易瘙痒的，然后会有皮屑的产生的位置，一样里面有碧罗克酮乙醇胺盐，所以基本上它一样是一个止血剂。所以基本上呢，你如果有瘙痒或头皮屑，基本上就可以使用，非常的舒服，然后你就会觉得，好像没有那么容易瘙痒。那这是我自己的使用心得，我这个已经使用了一罐完整的，然后确实我自己的感受就是没有那么容易瘙痒。然后一个很重要的重点，因为其实我发现我自己的体质改变在这1年多，作息比较不正常，所以有一些头气的感觉，就有点臭臭的。然后我自己使用完洗发精之后再使用这个，然后我觉得效果就比较好，最起码比较不容易有头气的这个臭味，然后出油的频率也会得到比较明显的缓解。但是我本质上头皮还是比较偏出油的，尤其是这2、3年，我觉得人的体质会随着年龄跟饮食的改变，这是确实的。所以基本上我知道我有这个症状之后，我就会开始找寻比较符合这个症状的商品。那我使用的造型品也会比较容易清洁的，比较不会使用那种负担性很高的造型品。好啦，那这就是我们这一集的节目啦，还是非常感谢我们的这个 Rika 的赞助啦。那前半段呢，有头皮上面的问题，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分享给头皮容易出油的伙伴们。那如果你对于后半段的商品有兴趣的话，在下方的资讯栏里面呢，一样有我们的这个那个联络方法，就是来自于 Rika 的联络方法。所以呢，你就可以联络当区域的业务，或者是你可以直接跟他们做购买，也是可以的。好不好？那这里是科学减法实验室，我是魏子渊，我们就下次见喽，拜拜。